2021年1月14日，位于白俄罗斯中西部的纳里伯基森林，生物学家瓦迪姆·西多罗维奇教授发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证据。证据显示，有5只狼围猎一只棕熊。尽管这只棕熊的体型不算大，但这样的现象在整个动物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无论是棕熊还是狼群，在森林食物链中都属于头部的猎食者。但体积上巨大的差别让狼群也不敢轻易招惹棕熊。国家地理曾经拍摄到一组关于棕熊狼口夺食的镜头，而关于棕熊一巴掌呼死狼王的新闻也曾不止一次登上动物界新闻的头版头条。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恩怨纠葛，让狼群甘冒大险围猎棕熊，上演七擒七纵呢？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熟悉三国的朋友肯定都听过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的故事。当年诸葛亮率兵出征期间擒住孟获，诸葛亮非但不将他当作战俘，还摆出好酒好肉招待，甚至让他观摩蜀军的阵法。倔强的孟获大言不惭：现下我了解了你们的底细，要是你放我回去，下次我一定能够战胜你们。在智多近妖的诸葛亮面前，孟获像个铁憨憨，于是放了擒，擒了放，如此7次，让孟获打心眼里臣服于蜀。那么，狼群对棕熊的七擒七纵，也是为了让棕熊臣服吗？徐多洛维奇教授表示，5只狼围猎一头棕熊的过程，尽管没有直接被镜头捕捉到，甚至那时依然在下雪，并且地面覆盖了1到2厘米的积雪，但是它们的战斗痕迹和轨迹依然十分明显。这天，棕熊正在黑色奇木丛中休息，他选择了一棵高大的云杉作为临时的栖息场所。他收集了许多树丛中掉落的细小树枝，堆砌在云杉树下充当沙发床。相较于棕熊300多公斤的体重，这床着实是简陋的可怜。当他伸着懒腰享受午后时光时，危险也悄悄降临了。5只野狼组成的觅食小队发现了这头棕熊，于是狼群慢慢靠近棕熊，准备打他个措手不及。不过棕熊也十分机敏，在狼群靠近后立即背靠杉树进行防卫。但是这头棕熊还没有成年，暂时还不是5只狼的对手。一番搏斗之后，棕熊边打边退，与狼群拉开一段距离后，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在逃跑的过程中，棕熊有意识地选择植被茂密的地区行进，一路上穿过了柳树林、茂密的芦苇丛、小云杉林以及歪倒的树丛。由于无法发挥直线奔跑的速度优势，狼群也只能分散开来，在棕熊两侧追击。在逃亡过程中，双方的搏斗致使冰面破裂，而一只狼险些跌入冰冷的河水中。尽管棕熊已经选择了最短的路径逃跑，同时计算好了途经的植被群落，但是树林与树林间仍然有50至100平米的空地间隔。每当经过空地，双方就会爆发一次激战。通过检测空地上的血迹和毛发，我们可以得知，血迹和绝大多数毛发都来自棕熊。这样的空地共有7处，由此可以看出，狼群一共发起了7次进攻。而棕熊在消耗了对方一部分体力之后，又继续向新的树丛逃遁，并尽快找到粗壮的大树作为倚靠，护住自己的背部，正面迎击，以免狼群形成合围之势。就这样，边打边跑，双方的战斗已经拉开到3公里开外，而二者之间的最终决战在一片云杉树林前打响。这场战斗尤为激烈，甚至波及了一旁无辜的2棵大树，并且从现场留下的血迹推断，棕熊击伤了一只狼，而自己也因此负伤。在几番搏斗之下，棕熊终于抵达了这次逃亡的目的地——小云杉树林。据西多罗维奇教授称，虽然关于狼群围猎棕熊的情况在此前从未听闻，但是从此次事件留下的轨迹观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纳利伯基森林的狼群绝不是第一次组团围猎棕熊，而棕熊的表现也证明了他在应对狼群的攻势时游刃有余，目标明确，显然是一副身经百战的样子。其实，在白俄罗斯中部的纳利伯基森林，狼和熊的恩怨由来已久。从2004年开始，生物学家西多罗维奇带领其团队展开了对穴居狼群的学术研究。作为这片森林的原住民，穴居狼由于种族特性，
一向过得怡然自得。好景不长，随着乔居可棕熊的到来，狼群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自2018年以来，棕熊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纳利伯基森林的各个角落，狼群也逐渐感受到棕熊对自己的威胁，矛盾已不可避免，并逐渐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每年狼群的繁殖季节，这种矛盾被激化到了顶点。根据早先设置在森林中的摄像设备显示，棕熊曾经在这里攻击过狼群的巢穴，并且有直接证据表明，棕熊曾经在2019年5月下旬对狼穴中的幼崽发动针对性进攻，并将其杀死。一对棕熊夫妇曾经长时间尾随和观察过一对野狼夫妇，最终确定了狼的巢穴所在地。为了避免正面战斗，棕熊夫妇选择在野狼夫妇外出时偷袭巢穴。当野狼夫妇回归时，等待他们的却是空空如也的巢穴和一些残存的血迹。自2018年以来，每年的5到6月份都会有相似的事件发生。成年雄性棕熊会趁狼家长不在的时候杀死并吃掉狼崽子。令人震惊的是，有记录表明，一头成年棕熊在2018年的7到9月杀死了巢穴中的幼狼。2019年的同一时期，他又一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想要2次作案，但狼群已经迁徙到别处去了。最近一次有记录的案发过程是在2021年的5月，依旧是一头成年棕熊跟踪到狼窝，并且迫害幼狼。当母狼回归巢穴时，就是满目狼藉和棕熊留下的痕迹，幼崽早已不见踪影。此后，这位狼母亲寻找了长达数周，寻找范围远远大于所辖领地。要知道，母狼离开领地的情况是不多见的。但是无论如何，挖掘巢穴亦或是扩大搜索范围，都无法找到幼崽的踪迹，很有可能幼崽早已被棕熊吃掉了。杀子之仇，不共戴天。由此可见，狼群围猎棕熊的行为实属情理之中了。以上种种迹象都折射出了在纳利伯基森林，雄狼2个种族在狼群繁育期和养育幼狼时期关于领地之争的严重矛盾与压力。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二者依然没有决出胜负呢？这还得从狼与熊二者的战斗力和战斗方式说起。一头成年棕熊身长可达到2.8米，体重更能达到惊人的600公斤，但是地球上体重最大的西北狼却超不过80公斤。在战斗方式上，棕熊通常有撕咬和前臂击打2种招数。棕熊的咬合力可以达到385.86千克，前臂挥击力度至少可以和体重600公斤齐平。但是纳利伯基森林狼的咬合力不过149.85千克，而且狼的输出全靠嘴，爪子的攻击力几乎可以忽略。所以单兵作战，狼熊力量悬殊巨大。如果棕熊想要把狼的脑浆排出来，也只是一爪子的事儿。可是比起热爱单打独斗的棕熊，狼更愿意选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